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例如三星 S8 测评，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不光有实拍样张对比，还有性能跑分、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神态有一点疲惫，声音也有一点疲惫啊，因为是刚刚结束了2017的科技春晚啊，这个苹果的秋季发布会的直播，刚刚是从上海回来，今天呢就是马不停蹄啊，下了飞机之后赶紧快给大家做这个 Note 3的上手视频，这个也是首发，我们就第一时间从小米之家购入了啊。发票还在这儿，2499元。因为我们做视频的话，对这个储存的要求就没有太多了啊。这次这个 Note 3呢，虽说在这次小米的旗舰发布会上算是一个配角，但是它发布之后，大家可以在这个微博啊，或者是各个渠道看一下，口碑真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即便是还没有上市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 Note 3这次好像还不错。对标机型 OPPO 的 R11，还有就是本来之前是小米的大哥，但是现在某种意义上好像变成小弟了。这个小米6 ，OK， 不客观正题，小米 Note 3马上开始。废话少说，咱们先拆开这台机器，包装盒呢全部都是黑色的，然后我们这台是6+64的版本，这次也是一个入门的价格，2499元。实话说，这个价格呢也不算太贵，因为毕竟是一款主打线下的机器，即便是没有用上835，我觉得也还可以。然后这盒子的质感上呢，跟之前小米的盒子呢有些区别，这质感呢更像之前三星那个手机的这个盒子的质感，有点那种牛皮纸的感觉，没有那么光滑了啊。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然后里面就是手机了，拿出来。充电器是挺大的啊，这充电器应该是和米6那个一毛一样的，5伏3安、9伏2安、12伏1.5安。这个数据线呢也是 Type C 的数据线，这就没有什么好看的了。咱们看看里面，附赠了一个保护壳，真的是大号版的米6，这个保护壳跟小米送的那个一毛毛一样啊。首先是撕膜，爽过抽大麻。每次这个小米啊，都是在这个镜头上做一个小小的保护，这形式感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啊。而且它这个前面呢，特意是强调了人像模式，这个拍人更美。正好呢，我们手上的这台米6呢也是黑色的版本，然后这个 Note 3呢完全都是和它一毛一样但是我感觉它侧边的这个弧度呢，相对于米6做的弧度并不是那么的大，就是从顶部来看，大家可以看一下，Note 3的这个后背呢是偏矩形的就是两侧这个弧面的过渡并没有小米6这么大。我们这个中框呢是有点亮黑的那种感觉，就是和iPhone 的7 Plus 那个亮黑色那个很像这个中框，但是感觉 Note 3的这个中框的质感呢并没有那么的亮，而是有一点磨砂的这个感觉。还有就是它边框的这个缝隙呢，我个人感觉控制上跟小米6的这台也差不太多不过我们手上的这台左侧边的这个缝隙好像稍微小一点，但右侧边的这个缝隙好像稍微大那么一点点，不过也并不是特别影响。之前在百问中跟大家聊过啊，就是这个缝隙的问题，有的人说，哎呀，可以插纸啊，可以什么的，它其实并不影响内部，不是说这杆进水，然后里边就彻底完蛋了啊。之前第一版爆料的时候啊，当时还没有官方出来这个海报，说是大号版的米6，我还觉得哇，这 slogan 这么 low， 这怎么着也是 Note 3啊。但是一出这海报，基本上也就确定了它不会再是小米真正的旗舰，而是某种意义上一个线下旗舰的这个意思。它预装还是MIUI 8，并没有是MIUI 9啊。这边框呢控制还是不错的，大家来看一下，跟米6。
由于它屏幕是变大了啊，所以说你个人看着在视觉上的感觉，可能这 Note 3这边框更窄一些，但其实它们的绝对值应该是差不多的。绝对值差不多的。还有就是 Mix 2啊，这个它的边框呢，也是视觉上呢比之前的第一代 Mix 呢要宽一些。但是我现在还没拿到机器呢，我听说啊，这个拿到机器的小伙伴说它的绝对值其实和一代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屏幕压缩了啊。具体咱们买到了，然后再继续跟大家聊。OK， 我先简单设置一下。OK， 现在是录入指纹的环节。其实这台机器拿在手上，这个新鲜感已经减少了一大半，因为它事先已经告诉你了是这个米6大号版的啊。指纹识别上呢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跟小米6的那个一样，没有什么过多动画了，直接就是秒解，非常的好用。现在这个指纹识别的技术都是非常成熟了。这次 iPhone X 的这个 Face ID 呢，其实争议还是挺不小的，因为当时我现场在直播的时候，这周围有一些人嘛，都跟我说，哎呀，这次可能因为这个 Face ID 这可能就不购买这个 X 了，但是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外观改变了嘛，怎么让人知道你第一时间用的是新 iPhone 呢？就买这个最新的就可以了。刚才说到这个中框的时候啊，忘记说了一点，就是它这一次是7系的铝合金边框。今天我从上海回来的时候，然后我这个后边呢，整个这个大家讨论的基本上都是这个新 iPhone 啊。你坐这边聊的也是，坐那边聊的也是，吃个饭周围桌聊的也是，好像是说这个铝合金呢也是在涨价。我后边这两人可能是从事这个铝合金行业的，从事铝制行业的啊。这个中框呢是7系的，硬度呢各方面呢都是非常高。然后小米6的这个是不锈钢的版本，然后 R71的这个就不是中框啊，而是它这个机身材质是6系的铝合金，相对来说呢，更软一点吧，也就是更容易滑一点。这次它的代言人呢依旧是吴亦凡。这手机拿到手里的感觉呢，其实我觉得还挺不错的。说实话，这手感呢还可以，因为我可能是男生的原因啊，它后边呢更贴近矩形了。小米6这个呢，我觉得还稍微有点就是软了，就是整体的这个设计的这个质感，我还可能更倾向于Note 3的这种后边做平了，然后有这种矩形的味道。更符合直男使用是吧？屏幕方面是5.5寸的一个屏幕，然后是1080P 的，然后别的呢都没有什么改变，跟米6都是一样的，唯独就是处理器，它换成了660的这个处理器，这个也是是降低成本，本来这个835呢出货量就不够多，然后价钱上的一直也是比较高的，后置的这个双摄呢也是和米6一毛一样，然后全部都做平了。其实这一次在摄像头方面，我对这个 Mix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啊，就为什么这个双摄已经非常成熟了？虽然说目前小米的这个双摄呢，或者说相机吧，在目前国产的旗舰里边已经排不上第一梯队了，但是相对来说也是非常成熟的。为什么 Mix 还是这个单摄，然后还凸起了？这个技术用在上面可能不好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全面屏嘛，这个内部堆叠上面有一些妥协也好啊，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设计也好。电池方面呢，这次是3500毫安时的电池。说实话，这个电池呢，小米当时是3300多毫安时吧，并不是太大。我感觉这个对于5.5寸的这个手机来说，3600、3700可能大概是一个安卓机比较正常的值。大家不要跟 iPhone 比，因为 iPhone 这个封闭的系统优化上面做的容易一些，好很多。然后也是全功能的 NFC。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发布会上说的美颜的功能，这个 R11呢，因为是线下机嘛，这个美颜也是做的非常棒。那咱们不用等到深度测评了，今天就给大家来试一下，看看它的美颜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刚才大家已经看完了这个对比的自拍照了啊，简单的来试了一下，我个人感觉好像并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可能因为我是男的，不是太在乎这个自拍吧。这个摄像头方面呢，它这个前置呢是1600万的，这个也是专门为线下做的一个升级吧。线下的用户呢，可能确实更看重这一点。还有就是这次 Note 3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价格。
价格方面呢，它是一个6+64的一个组合是2499，然后6+128的是2899，还有一个蓝色嘛，这个小米6当时也有啊，现在好像是还很少的啊，是加100块钱2999元，它的最顶级才是2990元，是6+128。哦，对了，它是eMMC 的内存，大家要再记住啊，eMMC 内存不是 UFS 的啊，这个也是它在价格方面，这个之所以可以做的这么低的一个原因。在发布会上呢，也是直接对标了一个R11，跟R11相比呢，配置上呢肯定是小米这个更高一些，颜值上呢，我个人感觉小米的这个也要更高一些，但是线下机呢，可能大家不是太对这些东西不是太敏感，线下机什么要做得好呢？就是广告，铺天盖地的广告，机场、地铁、公交车、电视、综艺，哪儿，对吧？就是品牌认知度必须得高，必须得全。OK， 同样是双摄，这个价格上面还是差的不少的啊。在这个价位段呢，我可能更倾向于小米 Note 3，这个也是第一次在这个开箱体验类视频里边就跟大家说比较倾向哪个啊。R11呢，我不否认是一台很好的手机，但是后面的详细测试中，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OK， 咱们先娱乐跑分一下，看看它们两个配置上基本差不多。R11的这个是4G 内存的啊，还要稍微弱一点啊，但是价格上小米的这个还要便宜一些啊。同样是骁龙660的处理器，看看实际跑分到底如何。OK， 娱乐跑分之后呢，简单总结两句，就是同样是针对线下的手机，但是品牌的传达度或者说认知这个广泛度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其实小米这次整个发布会开完啊，我都比较喜欢这个小米 Note 3，价格上呢做的挺良心，然后配置上呢一点也不低。但是 R11还有一个大杀器，那就是给这个王者荣耀交了保费了。就是现在可以说，包括835的旗舰，包括8G 版的1+5啊，全部都算上。王者荣耀可以说在安卓阵营中体验最好的，基本上掉不下来50帧的，就是这个 OPPO 的R11，这个也是它的一个bug 加持吧，没有办法。好了，这个今天状态稍微有一点点差啊，跟大家说一句抱歉。今天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直接评论或者是私信就可以了。除了这个视频，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天语音跟你聊聊科技，聊聊最新发布的手机，吐槽一下，每晚在那儿等你。好，关注微信公众号，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一期应该是 Mix 2吧，祝愿我能首发买到，下期视频再见，拜拜。29，我靠，28，刚才45，就是我用小米的这个检测年龄，基本上都是30多以上。我这次去那个上海直播的时候，我旁边那个主持人还有一块的那个嘉宾，还是 David 的那位。我说我这个90后，他们还不信。我知道你们也不信，我真的是90后。我31，我34，哦，40，哎呀，算了，我已经放弃治疗了。你看 R11都不告诉我多大，太好了，他肯定以为我是18。